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你故意的吧你？故意帮着这恶毒的女人害我们出丑是不是？不，你肯定不是鲁阳侯府的人，不然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好故意的？我若不是鲁阳侯府的人，你觉得我这马车还敢挂鲁阳侯府的标志？还有，你若不信，问问赶车的下人，他知道二公子定亲的事情吗？一切都是你们自己说的而已，我可没听说有这事。你没和鲁阳侯家定亲？而就在此时，前方有人骑马正快速朝这边而来，等众人抬头看去的时候，对方已经冲到众人面前，并且拉停了马，从马上跳了下来。这可是他爹的心腹，他来这儿难道是亲事是真的？以后这鲁阳侯府可有热闹看了，他可一点都不介意他的好二弟娶这样的一个女子为妻，反正祸害的不是自己。韩家人何在？韩玉龙在吗？他在这里。你就是韩玉龙？哼，我奉侯爷命令给你传一句话，我们侯爷说了，像你这种不知廉耻、婚前就失贞之人，不配为侯爷的贵妾。昨日说会纳你为二公子贵妾一事作废。小龙，大公子一起走。你先走，我还有事情跟我朋友说。原来就是个贵妾，我说嘛，谁家不长眼会娶她做正妻？一个贵妾就这般嚣张嘚瑟，丢脸。这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人家贵妾都不愿意给了，听到没有？失贞。昨晚没回来，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被鲁阳侯府的人知道了，人家就来退了话，太不要脸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来找你自然是报恩。这车5000两也是我能拿出的所有钱了，你拿着，路上可用来打点，剩下的到了流放之地可以买地买屋，安居乐业。马车上我也让人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在路上吃的米面。林默愣住了，他没想到他竟会给自己准备这些，看来这李维宁的人品还真不错，谁对他好他就掏心掏肺的还给对方。他没拿他的钱，而是带他到了前面没有人的地方。想不想赚钱？你这话白问，谁不想赚钱？人生在世，吃食住行，哪一个离了钱？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我自然想赚钱了，我可不嫌钱多咬手。哼，想赚钱那就对了。他朝他招了招手，示意他靠近之后，在他耳旁小声说起来。这消息当真？胆小的话你可以不做。上辈子青州的粮食价格的确大涨，他们虽然没有从青州经过，但因为距离青州比较近，附近一带粮食也都贵得离谱。但苏伟民忽略了一件事，青州距离鲁阳城并不算远，鲁阳城也会被波及到，再加上接下来的天灾，鲁阳城的粮食价格很快就会飙升。上辈子他隐隐约约听说过鲁阳城出事，但具体出了什么事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吧，上辈子他们真的偷粮食去卖了，那就能说得通了。为什么后面李维宁会跟着韩玉龙到流放之地？因为鲁阳侯府倒了，他无处可去，就跟着韩玉龙报恩了。做呀，必须做，我相信你。那就按我说的去做，我到时候让人给你送信，利润55分。这样分不妥，粮食是你的，我只是出些人而已。55我占了大便宜，37分，我3你7。46吧，就这样说定了。哦，还有这个事你不能出面做，你要找可靠的人来做，你在暗中盯着，还有时间你慢慢安排。李维宁，这批粮食不管外面的粮价标得有多高，你都不能坐地起价，最多只能比往常粮价高出5文一斤。百姓活着不易，咱们没有必要做这个黑心商家，有的赚就行了。粮店就叫林记，如何？林默愣了一下，没意见。你爹可不是什么好人，你继母也一样，他们迟早会翻车。你若是不想被牵连，不想被他们吸血控制，趁早跟他们脱离关系。李维宁，不要被所谓的孝道束缚，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就行了。我告诉你，人没有道德之后身心愉快，所以缺德一点。做个缺德的人，这建议听着不错哎。看他们要走，李维宁连忙追上去，吆喝着自己的车夫赶紧给林默他们搬东西，3袋大米，2袋面粉，还有各种零食点心。很好，这么多吃的，这1个月你们都不会挨饿了。马车被塞满了，所以我这一路只能靠双腿走了。那怎么办？要不我搬走一些？送了人的东西岂有要回去的道理？行了，赶紧走吧，我自己想办法。哼，他们现在等于是有2辆马车了。他和秦元丽说了一声之后，才让徐平安带人把东西给转移了过去。搬吧，一会儿这些东西就都不属于你了。
我要你后悔死！帮帮我，你帮我跟二公子解释，我是真的爱慕他。昨晚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苏家设计了，真的。韩玉龙恨，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苏伟明抱着，而苏伟明就在自己身旁酣睡，而身上的疼痛以及青紫，韩玉龙再傻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清白就是旁边这人夺走的。就在他怔中不知所措的时候，苏夫人也就是他姨母端着早饭进来了，撞破了这一切。不等他解释，姨母冲上来揪着他的头发就打，而且是边打边骂，闹得下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他有口难辩，硬生生挨了一顿打。明明他在客房睡觉的，但醒来却在苏家书房，还被苏伟明毁了清白。不管他怎么解释，他姨母就认定了是他不要脸勾引苏伟明，而那夺走他清白的男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冷漠地看着他和他娘被赶出了苏家。肯定是消息传到了鲁阳侯府，鲁阳侯才会派人传话的。没半点规矩，你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拦我的马车？赶快滚，别浪费我的时间。乔家韩玉龙抬着头，一脸错愕地看着自己。是不是觉得这些话似曾相识啊？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就是昨天想搭下你们马车到鲁阳城去的乞丐？你说巧不巧？韩玉龙脸色发白，一脸的不敢置信。原来他们昨天是见过的。你放心，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跟我的好弟弟说的，你就安安心心的上路吧。走。而韩玉龙这边身体一软，跌坐在地，完了，他这辈子是彻底的完了。都给我起来，赶紧走！老魏挥着鞭子驱赶众人赶紧走。人群中的沈琉璃见马上就要走了，官府的人还没有来，脸上顿时多了一抹急色。该死的，怎么还没来？收了我的钱却不做事，这个女人实在是可恶。该死的，那女人怎么就能那么好命？这么好的一个坑都能避开，可恶！他不会每次都这么幸运的，这次不行，那就下次。姐，怎么啦？姐，我想娘了。别想了，娘已经死了，姐会好好把你养大的，你别怕，有姐呢。停下来，不准走！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我这队伍得尽快赶到流放之地，说是耽误了时间，谁都吃不了兜着走。没事的话，赶紧走开。你也不用吓唬人，我们也是秉公办案而已。今早牛嫂来衙门报案，说你们队伍中有人拐走了他的儿子，我来就是为了核实情况的。若情况为真，这犯人我们要带走处置。你说他们拐走了你儿子？不会是冲秦元丽来的吧？不对，口口声声喊着拐卖了他儿子，应该不是冲秦元丽来的，那就是他们了。他朝着旁边马车的徐海看了一眼，无声地说了句话：好戏终于来了。我的儿啊，你快出来，娘找你了。对不起啊，娘对不起你，是娘没有看好你呀。怎么会是2个孩子呢？不是说马车上就1个吗？不管了，牛嫂双眼在2个孩子之间转了一圈，选了那个最小的，年纪小的更好糊弄嘛。是我儿子，我可怜的儿子，快来娘这儿，娘抱抱你。说着立刻爬上马车，伸手就去抱靠左边的孩子。狗蛋啊，娘终于找到你了，走，娘带你回家，你别怕，娘带你回家。赵大人，我找到我儿子了，你快点人抓了他们，他们都是人贩子，都是同伙。而此时徐海也从马车上下来了。徐海是徐无艳的暗卫，甚少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脸一直都是绷紧的。高大挺拔的身材加上清冷疏离的气质，一看就知道身份不简单。赵雷皱眉，这样的人会是人贩子？他有些不确定。牛嫂，你确定他真的是人贩子？就是他拐走了你的儿子狗蛋？对，这些杀千刀的人贩子就该直接打死。还有，我要补偿，这马车以及马车里的东西给我做补偿，不过分吧？他若真是人贩子，不过分。看到没有，牛嫂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人贩子也在这儿。
我现在把人贩子以及相关的人带走，你没有意见吧？你确定这孩子是这女人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孩子不是这女人的，你被骗了。你们肯定是同伙，赵大人抓他！我是他娘，我怎么会认不出我儿子？这就是我儿子狗蛋！哎呦，痛死我了！杀人了呀！救命啊！人贩子杀人了！人贩子，我看你才是人贩子！哎呦，哎呦！这些流贩这么嚣张，你确定不管管？嚣张？你带来的这个更嚣张吧？直接把白的说成黑的，真当这里的人都是蠢的吗？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被人糊弄了，这是我儿子，这女人就是一个骗子，抱着我儿子就说是他儿子，你自己说，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娘，我怕有坏人。完了，他选错孩子了。自己儿子也能认错，这眼得多瞎呀！你不会又想说他是你儿子吧？谁是他儿子了？我跟他可不像。还有，他刚才可是抱着陈瑞欣喊儿子，哪个做娘的会认错自己儿子？很好，走吧，衙门的各种刑具等着你呢。冲我来的，不介意我问几句话吧？一盏茶时间。你是自己说呢，还是要我动手？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不知道是吗？许无厌一脚踩在他小腿上。现在知道了吗？没关系，打断了我估计你就知道了。我说，昨晚一个小子找到了我，给了我1两银子，是他叫我这么做的。他说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两银子，还有马车以及马车上的东西都归我，他要孩子。我错了，求你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丽萍，刚刚谢谢你。少夫人，你说这话就客气了，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忙。再说了，我也见不惯这种人，这种人才是人贩子。要是被他得逞，还不知道怎么虐那孩子呢。徐少夫人，娘，我刚才想咬他的，可他把我压得太紧了，我动不了。欺负小孩的坏蛋，咬他！那孩子是要去神医谷，大概3天的路程，要不让小的这2个去马车上跟秦元丽作伴吧？这不太好吧？没事，一会儿对外就说这孩子替他受过吓到了，所以才带他们一段。你们要记得徐少夫人的恩情，知道吗？我知道，娘，你吃一些，很甜的。见他拒绝，娘还有很多呢，你吃一点吧。你不吃，那我也不吃了。李萍这才伸出一手接过，咬了一口，好甜，好吃。陈若明满足，正想包好剩下的点心时，却见包着点心的双层油纸里面竟夹着一张银票。娘，你看，这银票。娘，要不我拿回去还给徐少夫人吧？不用了，她不会要的。她大概知道自己捉襟见肘了，这才变着法子的帮自己一把。有了这银子，她就能带着孩子活到流放之地了，说不定到时候还有剩余的钱来安家。只是这恩情欠大了。若明，你们兄妹一定要答应娘，你们这一辈子都不能做对不起徐家、对不起徐少奶奶的事情，知道没有？你说指使那女人来闹事的人会是谁呢？一个瘦小的男孩，娘里娘气，太难找。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时间留在鲁阳城调查，所以恐怕就这样不了了之。我们以后小心一点便是。夫人的反应能力真的很快，这么快就反应了过来，还先一步把陈家差不多同龄的孩子放在马车上，混淆视听。若不这样，刚才怕是还要继续扯下去。想洗脱嫌疑根本就不难，花点时间而已。我怎么感觉这事儿更像是在恶心我们？毕竟秦元丽一开口，对方是不是他娘，立即真相大白，不是吗？应该不是在恶心我们，而是想借这事给我们多加一个罪名。这计划这么多漏洞，不像是一些老奸巨猾之人所设计，反而像是新手。所以搞出这事儿的人不会是个孩子吧？李默沉默了。他们有这么招人讨厌吗？一个孩子都来找他们的麻烦，可能吗？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啊？疯够了就让人进来收拾干净。你说我在发疯？你在外面乱搞，我懒得管你。但韩玉龙怎么说也只是我的外甥女，你竟搞她，你有把我放在眼里吗？哼，我的丈夫和我的外甥女搞到一块儿去了，传出去，我这脸还要不要？我跟你说过，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本还想用她拉近和鲁阳侯的关系，你觉得我会蠢到碰她吗？啊！再说了，她又不是什么绝世美人，
我有这般饥不择食吗？那他怎么会在书房？而且你们还发生了苟且之事。苏伟明看了他一眼，这也正是他想不明白的地方。难不成是有人给我下了药啊？老爷夫人，不好了，家里遭贼了，家里的库房和仓库全被人搬空了。什么？你说什么？库房被人搬空了？对，刚才下人发现库房外的锁被人扭断了，就过去查看，这一看才发现库房全空了。我收到消息，察觉到不对劲，立刻带人在府里各处查看，然后发现仓库还有夫人的小库房以及老夫人的小库房也一样被人搬空了。苏夫人身体一晃，直接晕倒。夫人，老爷，不好了，老夫人被气晕了。什么？怎么回事啊？这老夫人怎么会被气晕呢？啊！苏伟明脸黑得有些扭曲，他想去看下他娘，但这会儿他又正抱着自己的夫人，一下子走不开。而与此同时，他的儿女也纷纷跑过来，纷纷叫嚷，他们屋里一样遭了贼，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不见了。苏伟明阴沉着脸，让人去请大夫之后，他立刻脚步匆匆地去查看，这一看让他的脸扭曲得更可怕了，没有任何痕迹，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老爷，要报官吗？现在是不要报官了，封锁这几个地方，交代下去，不准任何人把消息传出去，先熬过今晚再说。想到今晚的计划，忍不住拳头紧握。若失窃的消息传出去，鲁阳侯绝对会取消合作，所有财物不见已成事实。若这买卖黄了，苏家就真的要完了。所以今晚这生意绝对不能有失。徐少夫人，你是不是拿错给我了？我买的是糙米，不是这精细米。糙米价格便宜，10文钱就能买1斤，而精细米却要30文1斤。徐少夫人帮了自己很多，自己不能再占她的便宜了。没拿错，就是这个。昨日我有事忘了给你买，所以我就给你拿了这个米。我不能收。你要带着他们饿肚子吗？这么冷的天，你确定他们能熬得住？你没必要觉得占了便宜。我本来答应帮你买的，却没有做到，这就是应该补偿给你的。而且你要是还给了我，现在去哪儿买粮食呢？谢谢。哇，好冷，这天到了晚上变得越发冷了。接下来这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冷，甚至会有暴风雪，咱们得多做准备。大家都听到没有啊？无所不能的徐少夫人说接下来会有暴风雪，笑死人了！不过冷点嘛，就说有暴风雪，吓唬谁呢？这是暴风雪？不可能吧？那这岂不是要冻死人？对，不可能！我昨日在鲁阳城打听过了，不会有暴风雪。什么叫危言耸听啊？这就是，让你帮着贱，听到没有啊？这里根本就不会有暴风雪，你就是在危言耸听，想吓唬人。这种危言耸听的话还是少说为好，免得贻笑大方。我们夫妻2人说话与你有关系，放在京城里，你这种行为就叫听墙角，最让人不齿。那是因为你们自己说话太大声，怪谁呀？而且这不是你家，你说这么大声，不就是想让人听吗？许无厌冷笑，忽然伸直手对准陈志华时，食指立即弹了出去。陈志华捂着嘴巴痛苦哀嚎，等他松开手时，他的手心多了一口血，而血中静静地躺着一颗大黄牙以及一枚染血的铜钱。你挡路了，前面有只臭虫，我想打他，谁让你挡在他面前了？活该！陈志华脸色变得更难看了，刚想开口骂徐无厌是故意的，但看到他再拿出一枚铜钱在手中把玩的时候，所有的话全憋屈地吞回去了。像这种小人啊，不用管，看不顺眼直接抽飞他，我替你兜着。你这建议不错，下次就这么做。好，暴风雪的事情你说的可是真的？明天晚上开始飘小雪，后天就开始大雪，接下来就是连续7天的暴风雪，我们最少会被困7天，这7天会冻死很多人。徐无厌算了下时间，刚好抵达神医谷附近的时候。夫人，这件事你不要对旁人说，我会处理。出了门的徐无厌吹了下冷风，转身便准备去找老魏说这事儿。如果真如林默所说，3天后会有暴风雪，怕是真要冻死很多人。聊聊。想聊什么？你已经知道
是谁派我来杀你了吧？他的家书周周转转到了鲁阳城之后才收到。林默说对了，他的家人已经死了。信的字迹和他妻子的一模一样，但他却知道信不是他妻子所写。他妻子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每次给他写信都会在信里面放一朵鲜花或者一张树叶。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他最爱留的标记都没有，所以他知道他妻子已经出事了。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但我想知道我家人是不是真的出事了。这个我没办法给你答案。我让人去查过你家人的消息，但没有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这种情况下只有2个可能，一就是他们全死了，2就是他们被藏在很隐蔽的地方。我要报仇。难，你连接近对方的机会都没有，想报仇比登天还难。所以我需要你帮忙。我为什么要帮你？若这是你想害我的苦肉计，我岂不是要很惨？这是我的诚意。许无厌接过信，只看了一眼，手便跟着抖了一下，一言难尽地看了他一眼。好，我帮你，但在这之前你还要做一件事，等我安排好了我再告诉你。老魏一见许无厌，目露嫌弃，喝了一口酒，摇摇头。滚，麻利点，老子不想见到你。我来是想问问你，3天之后我们会到哪儿？到时住在哪里？3天后？你真相信你夫人说的话？信，我夫人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所以我想知道3天后我们会到哪儿，那里是否有可以挡风雪的地方？3日后是到那山村，那里没有驿站，只有一座破仓库，以前是用来存粮食的，但后面附近几个村子因为一些缘故都搬走了，那就荒废了。再后来朝廷派人稍加修整，就用来给过路之人稍作歇息停留的地方。许无厌听着怎么觉得很不靠谱？你上次什么时候经过那山村的？当时房子怎么样？上次2年前吧，当时屋顶好像四处漏风。四处漏风的屋子那得多烂啊！而且又经过2年的风吹雨打，现在破成怎样他们也不知道。若真遇上暴风雪，住这样的屋子一晚冻死几个人很正常。你找魏爷了？问了下3天之后会到哪里，结果不是很理想，一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四处漏风，魏爷还真是抬举了，那儿早就塌了好吗？这魏爷误人啊！吃饭吧，吃完早点睡，反正也没戏看，早点睡养足精神，明日继续赶路，路上再想这些吧。林默脸上闪过一抹遗憾，不能看苏伟明他们的好戏，太遗憾了。许无言好奇，他夫人的神情似乎是遗憾，他遗憾什么呢？我一会儿就把人调开，你天亮之前要把大门给我重新锁上，别被人发现了端倪。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会连夜用马车运出去，绝对不会被人发现。一会儿速战速决，把粮食都装车拉走，速度要快，知道了没有？是。鲁阳城的粮仓被打开，苏伟明带来的人立即冲向粮仓，扛起一袋袋粮食就往外走。而粮仓外早就停好了一辆辆马车，黑暗中这些人就如同见不得光的老鼠，在偷偷地往马车上运送着东西，一直忙到东方吐出了鱼肚白，苏伟明这才把大门关上，带人离开。看着最后一辆马车远去的身影，苏伟明面露喜色，成了，天佑他苏家。就算是家里失窃，一切找不回来了，但这粮食一旦卖出去，就会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苏家就倒不了。你们有没有觉得今晚的一袋粮食比之前背的要重啊？有，我也有这种感觉，真的要沉好多呀。我觉得也是啊。都给我闭嘴！我说过这事不准议论，都当我的话是耳边风是吗？记住了，这事给我烂在肚子里，不准议论，不准跟旁人提起。你们都是我苏家的家生子，苏家若是有事儿，我会先发落你们。别忘了，你们包括你们的媳妇、孩子、爹娘，你们的卖身契都在我手中，我可以拿捏你们的生死。好了，只要你们放心跟着我干，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走，回家。昨晚辛苦你们了啊！我让人给你们准备了大餐。但刚到家门口，就遇到了一脸焦急往这边赶的苏管家。他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他跟着把粮食都给运往青州的吗？老爷，出事了！有一辆马车拉得太重，翻车了，但车上袋子里装的全是沙子，根本就不是粮食。什么？这不可能啊！这可都是从粮仓里拉出来的，怎么可能是沙子呢？
老爷，是真的，我一开始也这么怀疑，以为是我们的人动了手脚，所以喊住了其他马车。我上去解开袋子检查，然后发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吞吞吐吐的，快说呀！沙子，全都是沙子，一颗粮食都没有。马车都在哪儿呢？快带我去看看！苏伟明急匆匆地出了城，每一辆马车他都上去看了眼，越看越心寒，最后心沉到了谷底。走，跟我去鲁阳侯府。苏兄，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府上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告诉我粮仓那边出事了。你还怕出事啊？这一切不都在你的算计之中吗？苏伟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算计了什么？我什么意思？你现在在这跟我装是吧？啊，鲁阳侯李明志，我告诉你，你做的好事已经暴露了，你肯定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暴露吧？啊！苏伟明这个恨呢，鲁阳侯居然这么狠，竟这般算计自己。这些所谓的粮食一旦运出了鲁阳城的地界儿，那时候才发现里面装的都是沙子，他怕是要百口难辩。自己可是要赔他所有的粮食，毕竟他不会承认，只会说这是自己想坑他。苏伟明，你在这发什么疯？我发什么疯？苏伟明一脸怒意，一拳揍向鲁阳侯的同时开口咆哮：你坑我还问我发什么疯？没了，我什么都没了。在整个鲁阳城没人敢这么对自己的，苏伟明竟然敢这么对自己，找死！来人，给本侯按着苏伟明狠狠地打！许无厌心头变得越发沉重，事情正按李默所说的一般在发展，今日果真飘起小雪，所以后日的暴风雪是真的咯。这鬼天气，又冷又下雪的，要冻死人了。就是啊，就不能等我们到流放之地后再下雪吗？这雪一下更加难走，又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了。唉，这日子太难熬了。我自己来就行，没事。我来就行。现在是没事，但冻伤了你就后悔了，所以还是得小心一点。许无厌动作轻柔地帮他把袋子系好，他想说不要对他这么好，他怕自己会贪心。后天就要到神医谷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该遇见的也总会遇见，这或许就是命吧。不是我的，莫强求。林默甩了下头，把不该有的想法甩掉。他现在只想带着他娘和他弟好好活下去，想活着走到流放之地，还有很多事要做。今晚多收拾一些柴火，明天带着一起上路，而且明天要边走边收拾柴火，一定要收拾足够多的柴火。他若是没记错的话，接下来这一路数目很少，要收拾到柴火很难，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暴风雪，连续7天的暴风雪。平安，少爷，听到了，知道要怎么做了吗？是。夫人，天气太冷了，像这种小事呢，可以交给平安他们去做，你进去烤火吧。没事，能做一点是一点。真是个心狠的，一点都不知道怜惜下人。柴火够烧够用1晚上就好了，竟然让他们冒着雪捡这么多柴火。就是，柴火又不是吃的，需要准备这么多吗？到哪儿就在哪儿收拾就行了，不会是打算让他们扛着走吧？这就叫吃饱没事闲得慌。这些柴火我们是要带着走的，我建议你们不想挨冻的话，最好也收拾一些带着走。哎呀，又来危言耸听了。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暴风雪要来了，我们得靠这些柴火来取暖啊？他肯定会这么说。好傻，真的是暴风雪来了，不会到那儿再收拾柴火吗？为什么要带啊？哎，嘘，别说话。暴风雪要来了，冻死人了。默默，娘别担心，我没事的。这些棉衣快做好了吗？嫂子，你别担心，到明晚肯定能全部做完。薛少夫人，真的会有暴风雪吗？你发现没有，这一天走下来，越走树木林子就越来越稀薄，再继续往前走会不会更少呢？如果没有林子，没有树木，去哪儿捡柴火？所以我建议带上柴火，以防万一。李萍脸沉了下去，林默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匆匆跟林默道了一声谢，折返回他家休息的地方。他让陈若明看好弟妹，准备出去收拾一些柴火。娘，我去帮你。不行，太冷了，你冻生病了怎么办？还有你弟弟妹妹谁看着？娘，他们在驿站很安全的，而且我们靠近徐家，没人敢在他们面前惹事。就是因为太冷了，我才要帮娘能快一点，这样也能早一点休息嘛。李萍这次没有拒绝，交代3个孩子不要到处乱跑，带着陈若明急匆匆地朝外走去。真的会有暴风雪吗？他抬头看了眼还在飘着雪花的阴沉天色，希望不会有暴风雪才是。
若真的有，这一耽搁又要几天，怕是会错过到达的时间。等到中午的时候，之前嘲讽的欢快的众人这会儿笑不出来了，雪变大了，而且四周只有稀疏的一些柴火。老魏知道他们现在都有干粮，没让他们停下来休息，只说了一句继续赶路，早一点到既定的休息点，也能早点休息。被冻得直哆嗦的众人只能继续赶路，但这一次不少人开始捡起路边的柴火，甚至有人为了一根柴大打出手。等到了目的地时，地上已是雪白的一片。好冷，快生火，我要冻死了。不是，这什么鬼地方？这房子这么破，晚上岂不是要冻死啊？老魏脸色不是很好看，他也没想过屋子竟会破成这样，不对，是倒塌。上次他来的时候还记得这里是好好的，就在众人抱怨的时候，林默已经选了一个地方开始收拾起来。与其抱怨，还不如动手改变。抱怨改变不了他们要住在这里的事实，而这一夜众人都在寒冷之中度过。哎呀，还是少夫人聪明啊，让我们挑着柴火来。错了，是少夫人提前给我们每人做一件这么厚的棉衣，就算是睡在地上也不觉得有多冷。哼，冷一晚上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没看到外面天放晴了，没下雪了吗？就是啊，你们就挑这些柴火继续吃苦受累去。冷扛过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起码我们不用吃苦受罪。看着这极端的天气，林默眼底写满了担忧。到晚上暴风雪就要来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适合躲避暴风雪的地方。徐无厌来到林默的身旁，说出自己的想法。他想先送秦元丽到神医谷，然后和神医谷的人商量，能不能让他们在神医谷躲过这场暴风雪。林默知道结果，但却没有阻拦，点点头同意了。这是命运的安排，躲避不了。他想过方法不让他与神医谷有接触，但最终避不了。你确定真的会有暴风雪？飞爷，你比我们的经验丰富，你难道看不出天气的异常吗？这天色不对劲，而且也越来越冷，路边的野草都冻上了。你去吧，快点，按现在的速度，5时末就会到神医谷附近。不管神医谷的答复怎么样，你都必须尽快赶回来归队，不然只能把你当逃犯处理。还有个心理准备，神医谷从不收留外人。徐无厌点头，随后坐上徐海赶来的马车，快速朝前面而去。对于徐无厌的离去，林默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脑子飞快地想着要怎么样躲避这场暴风雪。神医谷的人很排外，不会收留他们的，更何况他们这不是几个人，而是上千人。这一想便到了5时，也真的让他想到了一个地方。怎么还没回来？有事耽搁了吗？还是他的正缘出现了？回来的晚也很正常。少夫人，少爷还没有回来，这就快要到5时末了，要不要找魏爷通融一下？我去找少爷。先不要去，现在去找魏爷只会自讨苦吃，先等一等，若是晚些还没回来，我再去找魏爷说。魏爷，5时末了，是不是该把徐家当逃犯处理啊？对呀，还没回来，肯定是逃跑了，做了逃犯。逃犯没资格用马车。都给老子闭嘴！再嚷嚷，老子抽死他！徐少夫人，你男人5时末了没回来，你怎么说？神医谷留客，我有什么好说的？但是逃犯，确定我们算吗？我男人这叫助人为乐，不是吗？助人为乐，强词夺理，分明就是徐无厌逃跑了，你还为他找借口。魏爷呀，可别被他给忽悠了。这女人伶牙俐齿的，死的都能给她说成活的。我跟你说，之前，哼，不会说话，我可以教你。你贱人，恶妇！魏爷，你看这女人的，老子问你话了，没问的都给老子闭嘴，听到没有？你也少跟老子扯这些没有用的。他余时没回来，那是因为事出有因，那孩子的身份不简单。魏爷，可否借一步说话？跟我过来。说吧，那小鬼什么身份？秦阁老第二子的一父子，秦阁老的二子不算什么，但这二子的妻子身份可不简单。她是先帝最小的闺女，皇帝最小的妹妹，皇室之人。而且秦元丽的爹娘之所以会死，完全是因为皇帝的缘故。当年他娘怀他8月时，他爹为救皇帝而死，而他娘也因为这个动了胎气，早产生下了他。她没有熬过来，随着丈夫走了，就留下了秦元丽这一根独苗。所以别说秦阁老疼了，就连皇帝对这孩子也是关爱有加，因为愧疚，毕竟人家爹娘是因为他才死的。
只可惜这孩子天生体弱，花费了不少心思才养到这么大，但因为早产，不但体弱，腿也有问题，再加上爹娘早逝，导致性格有些自卑胆怯。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秦阁老他们不会放心他一个人在这边才是。所以秦阁老拜托了他亲弟一家照顾着孩子。前几日鲁阳城外有一大户人家被人灭了满门，就是秦阁老弟弟一家以及保护着孩子的人全部都被杀了。不过他们在遇害之前藏好了这孩子，机缘巧合之下是我们救了这孩子。我们已经让人送信给秦阁老，他收到信就会派人来接手。另外到神医谷医腿是这孩子自己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带着他一起上路的。徐无厌没回来，估计是因为神医谷的人不愿意出手，他才耽误了时间。老魏沉默了。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是秦阁老的孙子，这事儿就得慎重了。你们给我住手！娘，你没事吧？你凭什么打我？是你娘先动手打的人，我打他怎么了？就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母女一个德行，嚣张霸道。都吵什么？怎么都觉得不累吗？魏爷，哎呦，你得给我做主啊！这女儿都疯了！哎呀，这上来无缘无故就给我一棍子，直接把我头给打破了，你看看，哎呀，要疼死了！哎呀，你为什么要打人？因为他该打，他污言烂语，说话难听。脏话谁不会说呀？要这样，你要打多少人才行啊？啊！别人说脏话我不管，但我就打你。魏爷，你听听他的话，这女人就是存心找事儿。像这样没事找事的人，是不是应该杀一儆百啊？你该打。娘，娘，你总该说说他为什么该打。太难听了，太脏了，我说不出口。反正他说一次，我打一次。娘，你说吧。他骂你，还造黄谣，说你和魏爷不清不楚，所以魏爷才帮着你。总之太难听了，我说不出来。不清不楚？怎么一个不清不楚法？来说给我听听。我那就是嘴嗨胡说的。呸！你根本就不是嘴嗨，而是说的有鼻有眼，就像你亲眼看到的一样。你刚才骂魏爷了，骂他眼瞎，看上一个二婚女人，骂我家默默不守妇道，到处勾三搭四，甚至，哎呀，那些话太脏，太入人耳朵，我说不出口。不信魏爷你问其他人，他们都听到了。老子眼瞎？是不是一会儿也要骂老子心瞎？你算什么东西？竟在背后非议老子，还给老子造谣，真当老子没脾气是不是？抽了陈志华10鞭，老魏才住手。再让老子听到这些，别怪老子不客气。老子行得端，走得正，不怕你们造谣。你们对老子不满可以，但都给老子憋着。走，继续赶路。某些人嫌嘴巴多余，那他得成全呢。一拳朝着陈志华的下巴打去，咔嚓一声，陈志华倒飞出去的同时，听到自己下巴处传来清脆的骨折声。下次我扭断你的脖子，以后离我远一点，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娘，下次你可别再冲动了，你要是出点事儿，我可怎么办呢？不行，他说的太难听了，我忍不了。他怎么说怎么骂娘都无所谓，但不应该骂你。我说不维护你，谁维护你？默默，别怕，娘没事儿。下次他们若敢再骂你，娘像今日一样打爆他们的狗头。好，以后他们要是还敢再骂我，娘就打爆他们的狗头。娘变了，真好。傍晚时，他们终于来到了今晚要扎营的地方，但看着眼前的残垣断壁，众人哀嚎。这跟在野外休息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昨晚住的地方还要破。不行，不能在这里过夜。魏爷，这里根本没有办法住人。我当然知道，但今晚也只能在这里休息。下一个休息点要走上差不多6个时辰，而且下个休息点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再往前差不多2个时辰有一个山洞，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2个时辰，到那里去休息。你有马车坐，你不累，你可以继续走，但我们没有，我们已经累死了，不想走了。对，我们不想走了。魏爷，我们就在这里休息。魏爷，你别听他的。冷冻，我们都认了，不走了。你看到了，他们都不愿意再继续走。
今晚暴风雪就会来。又来了，别说这种幼稚的话了。天色是不好，冷了点儿，但暴风雪不可能。就是啊，今天就没怎么下雪啊，哪来的暴风雪啊？你别在那危言耸听了好吗？魏爷，你不相信我的话吗？这不是没下雪吗？若下了就迟了。魏爷，你不相信我，我不强求，但是我不想把命交代在这儿，所以我要带着我的家人前往前面山洞里面躲避暴风雪。相信我，愿意跟我一起走的，我领他们往前走。我也可以派一个人跟着我们，若是没有暴风雪，明日我们就在那里等你们。魏爷，我也想跟着徐少夫人去山洞住一晚，那里好歹避风暖和一点。李平一开口，立即又有几家人表示愿意跟着林默往前走。你们要不要再走2个石山到前面山洞去？他的话一落，大家纷纷摇头表示不愿意。大晚上的路不但不好走，而且也容易出事。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累得走不动了。老魏心里有了答案，喊来小六子和钱正昌，让他们带着林默他们继续往前走，去林默所说的山洞扎营，而他则是带着不愿意赶路的人在这里扎营。临走前，他朝老魏走去，递给他一个装满酒的酒囊。魏爷，不管你信不信，今晚真的会有暴风雪，这酒你温着，真的暴风雪来了，你就继续往前走，路上冷得受不了就喝几口酒暖身。你保重。真的会有暴风雪吗？不管有没有，反正白赚了一皮囊酒，不亏。好酒。爹，我们要跟上吗？芷璇，你怎么看？跟着他不会吃亏，万一真的有暴风雪呢？那就走吧。大哥，你还真信了他的话？你看老魏都不相信，都选择在这儿扎营。反正我不想走了，我都累死了，又冷又饿的。不想走的那就留在这里，想继续走的跟上。林默这边举着火把带着众人往前走，而逐渐变大的夜风冻得众人直打哆嗦，不少人跟着后悔起来。早知道就不走了，直接原地休息多好啊！我为什么要跟着来啊？夜路这么难走，摔得我疼死了。就是，我们就不该相信他的话。还有多久才会到啊？我好累啊！埋怨什么呢？我嫂子求你们跟着来了吗？是你们自己要跟着来的，有什么好抱怨的？有这个力气抱怨，不如埋头走快点。实在是不想走，那就原地扎营，没人拦你们。不是说2个时辰吗？这走的都不止2个时辰了。这一带真的有山洞吗？不会是他故意编出来骗我们走夜路的吧？再说了，就算这附近真的有山洞，她一个女人怎么知道啊？哼，我就知道你们沈家人最多问题。你们沈家人若不相信有山洞，可以不走了，就在这扎营。反正在这扎营和在之前的地方扎营也没啥区别。哼，你以为我不敢？小丫头，别激我啊！我告诉你，我没原地扎营，就是想揭穿他骗人的真面目。哼，想坑我嫂子的时候，一口一个老祖宗，叫的那叫一个亲热。现在觉得坑不到我嫂子了，就露真面目了，不叫老祖宗了。他正想发怒，但一旁的沈青云喊住他。大哥，我们分明就是被骗了，这里哪里像是有山洞的样子？还有，就算是有山洞，这山洞容得下我们这么多的人？大哥，你没发现现在风更大更冷了吗？我不想走了，我想找个避风的地方，烧个火堆休息。冷死了。沈青云也怀疑他们是不是被骗了，看到徐家众人，他一时间也有些吃不准，毕竟林默是带着他亲人和徐家人一起的，应该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大哥，不行，我得去问问他是不是故意骗我们。到了，这就到了。沈平奇朝四周看去，想寻找林默嘴里所说的山洞，可惜只看到一片黑暗。老祖宗，你所说的山洞呢？不会是这里根本没山洞，而一切都是你联合外人故意骗我们来这儿，然后欲行不轨吧？滚开！哎呀，活该！已经到了，女人跟我进去收拾今晚住的地方，男人去找柴火，越多越好。凭什么要我去找柴火？下一秒又被林默踹了一脚。男人不是自称是一家之主吗？既然是一家之主，找柴火这点小事你不做谁做？还是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这般废物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冻死得了吧？你觉得呢？沈平奇愤怒，这眼神他想杀自己。我们现在就去找。算他识相，不去肯定要揍得他生活不能自理。李平，
你带着你儿子跟上徐平安他们，多收拾一些柴火回来，这里留给你大女儿来收拾，或者等你回来再收拾。李平愣了一下，点头带着儿子出去了。他相信林默。等李平走后，林默立即进行分工，他让秦嬷嬷和他娘3人在山洞里收拾，然后带着林硕和徐宪瑜他们3个准备去找柴火。天黑，路不好走，一会儿跟紧我。姐，好冷。暴风雪要来了，百年难遇的那种。林硕，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快点走，扛几棵枯树回去，留着做柴火取暖。而老魏这边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冻醒了，这里不能待了，再待下去怕是要全部都冻死在这儿。不想被冻死的，都给老子起来收拾东西，赶去前面的山洞避风雪。这一会儿他们才是真正的后悔。林默说的是真的，真的有暴风雪。被大风雪吹得走一步都会极为吃力的老魏悔不当初，他不应该不相信林默的，若是他相信林默，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徐少夫人，你小心一点，别不把刀当刀啊！你看刀刃都快卷了。没柴火，命都保不住了，还要这刀做什么？若是卷口了，咱们还能活着的话，到时候我赔你一把新的，更好的。唉，魏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吃苦受罪避不了了，但最后有多少人能撑到这儿，他就不知道了。嬷嬷，先别弄了，饿了这么久，你先喝碗汤热下身体，再吃饭。六爷，你吃了吗？要不也一起吃点儿？哦，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林夫人，你别喊我六爷，喊我小六子就行了。娘，你让齐嬷嬷他们熬上几锅生姜水，马车里有生姜，等到魏爷他们到的时候，让他们喝上一碗驱寒，不然怕是要生病的。徐少夫人，你是好人。好人？小六子，我可不是好人，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若是他们都病了，肯定会传染给我们，这里缺药，病不起。小六子摇头，没接这个话。缺药那是别人，但绝对不包括他们。徐家的好东西可真不少啊！就在他发呆的时候，林默一刀砍向树干，没想到刀口直接就卷了。这不能怪我啊，这刀的质量可太差了。放心吧，等暴风雪过了，我赔你一把更好的。我这是刀，不是斧子，你当斧子用，那怎么可能扛得住呢？徐少夫人，这可是你说的，你要赔把更好的给我。好，我赔。真的是暴风雪，徐少夫人说的是真的。哎呀，是啊，这么大的雪，我们要是睡在野外，没冻死也会冻生病的。幸好我们听了徐少夫人的话，连夜赶来了这山洞，还能有个地方躲避风雪。没来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爹，这风雪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那徐家准备了这么多柴火，还要去收拾柴火，我觉得我们也要多准备一些。爹觉得呢？爹，有备无患。好，按你的去做。大哥，外面那么冷，走吧，趁着风雪还不是很大，我们也出去，尽可能多找一些。这沈志轩倒是挺聪明的，不过这女人快要作妖了，她得做好准备才行。嫂子，我有些担心我哥，这么大的风雪，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事儿。你哥又不是一个蠢的，这么大的风雪他会找地方躲，还有他在神医谷不会有事的。嫂子，我们为什么要缝着油布？帐篷。林默抬头比划了一下帐篷的形状，帐篷可以遮风，若是我们赶路赶晚了，错过投宿的地方，可以把帐篷搭起来，好歹能遮风，不用那么冷。嫂子，这帐篷好啊，要是我们现在做好了，是不是立即就可以用了？可以的，但今晚做不好，今天很累了，收拾一下，你们先去休息，剩下的咱们明天再做。好冷啊。徐少夫人，我打算去接应一下魏哥他们，这风雪太大了，我怕他们会出事。你等我一下，我和你一起。什么？不行不行不行，这风雪太大了，风就能把你吹走，你还是别跟着去添乱了。你忘了我力气很大吗？这风怎么可能把我吹走呢？就是把你吹走了，也吹不走我。好了，你等我一下啊。说完转身朝他娘走去。他想这些借差都向着他这边，平常不好操作，没有人会买账给他，但现在这种天气是最适合施恩的，错过了怕是找不到第二次机会。老魏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雪地上，双眼麻木地看着前面逐渐远去的队伍，他的身体被冻僵了，强忍着身上的剧痛，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染血的酒囊。
咬开盖子，把最后的几口酒喝下。临死前还能喝上几口美酒，他也没什么遗憾的了。打了个酒嗝，随后酒囊一扔，老魏缓缓地闭上双眼，任由风雪将自己的身体覆盖。人生自古谁无死，反正18年之后他又是一条好汉，只是有些遗憾了，遗憾自己是以这种方式死去。雪很快就把他的身体掩埋，先是腿，再是身体，最后是头。魏延，紧接着他脸上的积雪被人扫去，被人从积雪里挖出来。没想到我最后见的人竟是世子。怎么回事？他们怎么抛下你在这儿？不然呢？这种风雪天自身都难保，带上我只有死路一条。是了，我带你走。世子的心意我领了，但你别管我了，我……下一秒，徐无厌直接伸手捏住他的下巴，然后把药塞入他的嘴中。好好活着，记得你欠我一条命就行了。醒着，千万不要睡。说完，也不管老魏是什么表情，直接起身离开。老魏不能出事，他活着对他们只有好处。徐无厌再回来时，手里多了2根粗木棍，又扯来干藤条，绕着木棍做了一副担架，然后把重伤的老魏挪到了担架上。徐无厌这才抬起担架的另外一端，吃力地拖着他往前走。世子，有酒吗？下一秒，一个酒囊扔到他身上，老魏颤着手扭开酒囊的塞子，猛地往嘴里灌着酒。若能活着，谁想死啊？世子，我老魏欠你一条命。他受伤被流放的人不管自己，情有可原，但是他的那些同僚却毫不犹豫地抛下自己，谁能不心寒呢？明明有马车和马，只要把他放上去就能救他一命，但他们根本就不管自己的死活，直接就走了。世态炎凉啊！你记得就行，有力气不如说说你为什么身受重伤。老魏不能睡，这种天气外加身体受重伤，他若是睡过去了，怕是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林默和小六子2人迎着风雪艰难地往前走。徐少夫人，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还是不见他们的身影，你说他们不会是出事了吧？不会的，就算出事也不会全军覆没。这风雪太大了，他们拖家带口，外加拿着行李，走得会非常的慢。走，我们继续往前走。徐少夫人好厉害！前方黑暗之中却传来了模糊不清的咒骂声。徐少夫人，是他们！快走！一看到林默，饱受风雪摧残的众人如同见到亲人一般，热泪盈眶地围上来。徐少夫人，我错了，我真应该听你的。对呀，徐少夫人，山洞是不是就在附近？你快带我们去，我们就快要冻死了。是啊，快带路，好冷，我快要受不了了。就在前面了，不过还要走半个时辰。你们魏爷呢？对呀，我魏哥呢？黄明，你快说呀，我魏哥人呢？怎么不见他？小六子，谁准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老魏路上出事了，身受重伤。他知道我们带上他是累赘，会连累我们也冻死在这路上，所以他不愿意拖累我们，就提出了让我们继续赶路，不用管他。什么？所以你就这样抛下身受重伤的魏哥？不过是2个时辰的路程而已，咬咬牙坚持一下就到了。你们为什么要放弃魏哥？你们还是人吗？我有什么办法？2个时辰而已，你说的倒是轻松，我们自己走都已异常艰难，谁带得动一个身受重伤随时会死的人？这不是把自己也置身在危险中吗？更何况这是他……我告诉你，魏爷若是出事了，我杀了你给魏爷偿命。小六子，走，我们去找魏爷，动作快点。这种天气下又身受重伤，若不快一点，怕是会凶多吉少。该死的，变了，上辈子魏爷并没有身受重伤，这辈子怎么会身受重伤呢？希望魏爷不要有事。好，魏哥没事还好，说他有事，我跟你没完！该死的狗男女，给我等着！看什么看？继续往前走，快点！再拖拖拉拉，我弄死你们！在遇到一个3岔口的时候，这些人全愣了。还愣着做什么？快走啊！黄爷，走哪一路？走左边。黄爷，不确定走哪条路，要不咱们在这儿等一等，大家也可以趁机歇一下。这是3岔路口，若是走错了，咱们就得多走不少路。大家现在都没有力气继续走了。老子说了走左边，你们听不懂人话吗？所以你难得好心一次，然后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我说魏延，我该不该说你真的很倒霉啊？所救之人是个白眼狼不说，同僚又都是靠不住的，你可真惨。是啊，魏延，你最好别睡，我怕你睡过去了就醒不过来了。快到了，你坚持一下，我们聊聊天。我努力。魏哥，小六子，坚持住，魏延，你的同僚也有靠谱的，我们在这里。是啊。你怎么跑出来了？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看到顶着一头血的徐无厌，林默也是一脸的诧异，不解他为什么会在这儿。按照上辈子，他不应该是待在神医谷里面10来天的吗？魏爷怎么样了？魏哥，魏哥，你怎么样了？小腿被树枝刺穿，身上有多处骨折，伤得很严重，必须尽快处理伤口，不然怕是性命不保。先抬回去再说吧，我和小六子抬，你后面跟上。很快，林默和小六子抬起担架上的老魏，快步朝前走去。看着林默瘦削的身影，许无厌眼底的暗光渐深。他夫人个子虽小，但她的肩膀却很可靠，她很棒。太好了，你们终于出现了，终于不用再走冤枉路了。徐少夫人，你快在前面带路。他命还真大呀，动了这么久还活着。可恶，他活着老子就没出头之。但没人管黄明，反而有了一些怨言，因为他们白走了许多路。穆大夫，快帮老魏看一看，他受了重伤。徐平安，去拿一些柴火过来，多烧一个火堆。等穆大夫接手老魏之后，林默这才坐到一旁喘着大气。嫂子，快先喝点姜汤暖下身体。谢谢。他伸手接过，小口小口地喝起来。嫂子，你都1天1夜没合过眼了，你现在先去睡一会儿，一会儿做好饭了，我再喊你起来。你为什么要踹我？明明就是我在前面，他插队，我只让他不要插队，你却连我一起打，你太过分了。不就是插个队吗？你那么计较做什么？我若不是冷的话，我也不会插队。我就想快点喝点姜汤，驱下身体的寒气，怎么了？你冷，我们就不冷吗？大家都冷，但都老是排队，谁像你这般无耻，竟插队？他们不插队，说明他们不冷，我冷啊，我才想插队。我不管，我就要先喝。快拿碗来给我，我要先喝姜汤驱寒。但他还没有冲到，就被林默再次踹飞了。插队？谁给你这么大的脸？但凡插队的，争先恐后的，一口姜汤都不给。凭什么？就凭这姜汤是我让人熬的，就凭我可以把姜汤给倒了，你也不敢放个屁。秦嬷嬷，闹事的人，我们就算把姜汤给倒了，一口也不给。是，少夫人，我已经认得他们，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他打。他们少夫人心善，才给他们熬了姜汤，换做他们少爷想屁吃去，不知道感恩，还在这里闹事，活该被打。赵琪铁青着脸，正想说话，不想下一秒被人一拳揍晕倒地。这次出手的人是徐无厌。谁还有意见？想喝就老老实实排队，不想喝就到一边去。在我徐家这里闹事，我看你有几条命闹。再有人闹事，徐平安，你就把人给我扔出去。夫人，这种无赖你根本就不用管他，让徐平安出手把人扔出去就行了。林默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想抽回自己的手，但却被死死抓着，挣脱不了。徐无厌，你先松开我的手，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在神医谷的吗？还有秦元丽呢？你安排妥当了没有？花了点时间，他安排好了，你不用担心他，神医谷的人会照顾他的。那就行。徐无厌有点沉默，就这样没了。他夫人就没话想跟他说一说？许无厌郁闷，在他夫人眼中，他还不如秦元丽重要呢。听他这话，似乎还不想他回来。夫人，你先休息，有事我叫你。许无厌扭头看向一旁的徐倩瑜等人，吩咐他们说话小声一点，拿来自己的被子，在他旁边躺下。一旁的徐倩瑜姐妹偷偷看了眼，随后抿嘴偷笑，真好。林默这一觉睡到了酉时。小鱼，你哥他们呢？嫂子，我大哥带着他们去找柴火了。嫂子，你睡着后，后面来的人因为没柴火，就想来找我们借，我们不愿意，就死赖着不走。后面还是大哥起来，才把他们赶走了。
大哥睡到中午就起来了，他吃了东西之后就带着各家的男人出去找柴火了，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林默点头表示知道，随后起身去穆家那边看看老魏，知道老魏没事，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之后，林默这才松了口气。徐少夫人，真是谢谢您和徐少爷，不然我魏哥怕是要没命了。年轻气盛的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当场骂起某些狼心狗肺的人来。林默也因为这个知道了老魏受伤的原因。不得不说，老魏好不容易动一次善心救人，却不想自己却因此而身受重伤，被他所救之人没有半点感恩之心，扔下身受重伤的他就跑了。而这狼心狗肺之人正是赵琦。徐少夫人，你知道他们之前为什么在那儿等我们？为什么？他们走到那三岔路口时走错了，走了一段路才发现不对，然后折返，怕再走错，所以就在那三岔路口等我们。嘿嘿嘿。原来如此，这都能走错，看来带队的人就是个草包。你说对了，那黄明就是个草包，他是被塞进来的，混钱的。还有，什么叫报应啊？这就叫报应，老天爷都看不过他们的冷漠，故意让他们选错路，多走一些冤枉路作为惩罚。小六子，老子不是告诉过你，别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吗？魏哥，你醒了。魏哥，没下次了。徐少夫人，救命之恩，我老魏记在心里。林默摇头，让他不要放在心上，随后说了几句，这才离开。魏哥，这徐少夫人是好人，而且胆子也大，她敢冒着那么大的风雪跟我一起回去找你，在女子当中绝对独一份。有吃的吗？老子饿了，弄点吃的来。有，我马上去拿。有些事不用说，记在心里就行了。有事吗？呵呵，贱人，敢打老子，你找死！林默伸手抓住要行凶的手，一个用力一扭。哼，自找的。贱人，我记住你了，你给老子等着，老子迟早收拾了你。林默眼底多了一抹杀意，或许自己可以找个机会干掉他，只要他死了，自己就不用担心上辈子发生过的事情。夫人，你在等我吗？不是，你们就在附近找的柴火吗？不是，我们往南去找，但没什么收获。我见天色不早了，便回来了。明天再换个方向去找，今晚先熬上一晚。辛苦了。这场暴风雪，怕是真的要持续好几天呢。金嬷嬷，下次做饭的时候节约一点，这些粮食我们最少要撑上10天，或者更久。少爷，我们现在的粮食挺充足的，按照现在这个吃法，最少能撑上15天。我们要担心的是人，我都看了，他们手里的粮食不多，我怕他们会直接开抢。我知道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夫人，你怎么看？4个字，顺其自然。敢抢，那就不客气。好，听夫人的。要不你别喊我夫人了，喊我林默，你觉得怎么样？夫人，你可是对我有意见？难道我直说？算，没有。你在神医谷就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人？有，一群疯子，算不算？你就没有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长得比仙女还要好看的？有女人吗？神医谷就一群臭男人兼疯子，并没有女人啊。而这群疯子竟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就要留自己下来跟他们作伴。没女人，这怎么可能呢？那上辈子出现在徐无怨身边，对他形影不离的漂亮姑娘是谁呢？难道不是神医谷的？不对啊，我明明听人说那漂亮的姑娘来自神医谷，而且那姑娘还习得一手好医术，这到底哪里不对啊？夫人，你在想什么？他夫人怎么又发呆了？而且似乎对神医谷的事情很好奇。不行，绝对不能让自己夫人跟那群疯子有过多的接触，不然被他们教坏了可怎么办呢？没想什么，这一夜意外的平静。众人起来之后，不少人打着哈欠，眼角挂着泪珠。虽然山洞可遮风避雨，但那刺骨的寒意还是冻得人睡不好。这会儿听到徐无厌说出发出去找柴火，今日不去行不行啊？没睡好，想趁白天暖和点补一下觉。我也不想去，你徐家那么多柴火，多烧几个火堆，这山洞就暖和了。是啊，你若是不想烧，那分点给我们自己烧也行啊。我分你们个锤子，要吗？徐少爷，我今日不能跟你去了，我祖父今日醒来后发了高烧，我需要留下来照顾他。随你。哎，刘东阳，你祖父发热了，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今早起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发热了。我家目前是我爹和我媳妇儿，其他人还没有发现。你说这可怎么办好？我也不知道，先请穆大夫来看看再说。穆大夫正一个个的给感染了风寒的人把脉。穆大夫给这人把脉之后，并没有说出病情，而是走向了另外一个发热的病人。这一操作急坏了不少人，纷纷开口询问着穆大夫自己亲人的情况怎么样。穆大夫，你先别把脉了，你能先跟我说一下吴祖父的情况吗？只是普通的风寒，问题不大。我那儿还有几副药，一会儿煎了给他们喝了就行。我逐个把脉，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症状是不是一样，毕竟药有限，如果一样就没那么麻烦。穆大夫，你这一声不吭的，吓死人了啊！可能我是在想病情，没注意其他。我把剩下的几个人的脉给把了，就去煎药。徐少夫人，你这是？穆大夫，借一步说话。等到两人走到一旁无人的地方时，穆大夫，你刚才给这么多人把脉，你确定真的是普通风寒吗？啊，从脉搏上看确实是，不过有些人病情重些，有些人轻些。徐少夫人，有什么不对吗？徐少夫人，你有话直说。我怀疑这不是普通的风寒，而是时疫，会传染。这不可能，我从脉象来看没发现有任何异常，而且时疫的话传染很快的，现在不过是10几个人感染风寒而已。徐少夫人，你会不会怀疑错了？或许是我错了，不过穆大夫这2日还要请你多注意一下病人的情况，毕竟现在情况特殊，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嫂子，出了什么事儿？这几天都用手帕遮住鼻子和嘴巴，还有和其他人保持距离，特别是家里面有人生病的，一定要少接触。现在很多人都得了风寒，我怕会传染给你们。我知道了。随后朝着马车车厢走去，再下来时手里提着2包药，他递给秦嬷嬷，让她煎了，一会儿一人喝上1碗，预防风寒。这是他在京城的时候让人抓好的药，药方是他上辈子背下来的。上辈子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只是风寒，所以都没有太注意，但发现是时疫时已经死了很多人，没死的人基本上也被传染，整个驿站里全是咳嗽声和呻吟声。后面是徐无艳伤好赶了回来，是与他同行的沈一谷的姑娘出手相救，同时他也告诉他们这是时疫，不是一般的风寒感冒。他也因为害怕再次感染，所以偷偷背下了这个对他有用的药方。等秦嬷嬷去煎药之后，林默让他们把之前的油布拿出来做最后的缝合。嫂子，是不是缝在一起之后就能用啦？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全都是厚厚的积雪，白茫茫一片，哪里有危险也看不出来。我看了下我们的柴火，还够烧10天左右。柴火咱们不着急找，等雪小一些再说。第2日，众人见徐无艳没打算出去找柴火的时候，纷纷跑过来询问什么时候出发去找柴火。我今日不去。怎么，我们不去，你们自己就不会去找柴火了吗？刘东阳安排好他祖父之后，这才一脸不放心的去找柴火。他们的柴火快烧没了，再不去找，今晚就要挨冻了。他们不像别人还有被子可以御寒，他们只能靠柴火来御寒。先是撕心裂肺的咳嗽声，紧接着就是呕吐。看来还是避不开，该来的还是会来。这不是一般的风寒，这是时疫。穆大夫，情况怎么样？昨天喝的药没什么用处，他的情况严重了。我刚才也摸了几个人的脉，他们的病情都没有减轻，反而都变得更严重了。而且今天又多了很多人生病，所以时疫。什么？时疫？完了，时疫是会传染的。我们住的这么近，会不会传染我呀？时疫会死人的，我不想死。切，穆大夫都没说是时疫，他一个门外汉说是时疫，你们就信了？是不是傻了点儿？他肯定是胡说八道，想糊弄我们取乐。哼，不说话了，不会被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你这女人不安好心，想吓死我们。你错了，我是在想，我是直接把你踹晕，还是动手把你打晕的好？你还讲不讲道理啊？不讲，不想挨揍就给我滚！再多说一句废话，我直接送你上天。你，哼，好男不跟女斗，我走。